The bankruptcy of a global systematically important bank would have caused irreparable economic turmoil in Switzerland and throughout the world. First Republic, John, downgraded again in terms of its credit rating by S&P Global Ratings to B+ from BB+. Remember, it had just been cut to junk days ago. Scary. I rushed over here and I withdrew all my money. 来到了今天的主题啊，第三家银行 Signature Bank 也已经关门了。Silvergate 是比较小一点的 ，Silicon Valley Bank 是第16大，特别是它在高科技的公司、初创企业里面，它基本上在那个小的市场里面是做到最大的。其实它的倒闭会影响很多的高科技的公司，这一次拜登是救它了。那 Signature Bank 呢，跟 Silicon Valley Bank 是差不多的，像纽约州附近的那些比较 high net worth 比较有钱的人、富人多一点的银行，也是因为它牵涉到了虚拟货币还有债券两个加在一起，所以它也面临了挤兑的问题，也是无法兑现它的存款的提取。那它的客户要提取存款的时候，他做不到，所以 FDIC 也是接管了。大家好，我是奇葩爸张志云，在这个频道里我会分享我投资了30年的经验和心得，希望帮助大家避开股灾，找到10倍股，让财富滚雪球。记得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次视频的上传哦。接下来，就算我们以为拜登救了大家的存款，保证了大家存款，问题好像是解决掉了。上一个星期天的直播我就说没有那么容易解决掉，结果这个共和银行也开始出问题了。那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就是有人在存款呢，就是银行小的还是不太可靠了。虽然政府前2家是保障了100%的存款了，很多人还是担忧，也是跟我想的差不多。政府不是说每一次一定会救的。政府要看，如果这家银行的倒闭没有影响到太大的话，它有可能是不救的。那 Silicon Valley Bank 因为它是牵涉到很多美国的高科技整个初创企业，所以如果它倒闭的话，会影响了整个美国的高科技业发展，所以它是救了。星期一开市了之后，很多的存户还是第一个分散存款，不要再把所有的钱放在一家银行了，最好是每个银行放少过25万，然后呢多的话就放多几家，或者是真的需要的话放一些大的银行里面。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也发生了挤兑的问题，但是问题不是在它的挤兑，问题是在它的投资也出现了大量的亏损，而这个大量的亏损不是一家银行，不是5家银行，是普遍的整个银行的惯性的做法。我去芝加哥大学念 MBA 的教科书里面应该说是所有银行都是把收来的存款一部分是借给客户，另外一部分借不出去的话呢是去买债券的啊。在这上一个星期或者是过去7天耶伦还有鲍威尔一个是财政部，一个是货币政策的美联储，两个 fiscal and monetary 两个美国的财政府的官员里面最高的2个官员都一直在斡旋在找，然后再找到了 JP Morgan 的 CEO 也是 Jamie， 所以人家说3个 J，Janet、Jeremy and Jamie， 3个 J 来找到了11家银行。他不是买他的股票也不是入股拿他的股票，他只是存了300亿给 First Republic Bank， 是以后在不久的将来你过掉了这个问题之后他们会拿出来的，只是现在你真的搞不定了。这11家银行总共给了他300亿的存款，大家可想象一下，问题是蛮大的，这个金额不小就算是银行来说还是不小，一家银行需要300亿，你觉得 First Republic Bank 是不是唯一一家有问题？绝对不是。为什么这11家银行要去救它？因为不救它的话，自己都会出问题，到时候自己的损失也不止存款的那笔钱，所以他们现在是逼于无奈来要救他。当然了，他救了他之后可能是避免了更糟糕的事情，但绝对不像如果是没问题的话，这11家银行现在都是缺钱的时候，不会在这么样的一个严峻的过冬的时代去拿300亿出来救这个 First Republic Bank， 所以问题是蛮大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除了 First Republic 还有没有其他银行也是面对的问题要去救？我觉得是有很多的，有可能下一个是200亿，有可
可能下一个是150亿，你能救多少个？这是第二个问题。我们看一下一个经济学家卢宾尼，他说呢，还有一个更大，就是在瑞士信贷 Credit Suisse 向瑞士的央行上个星期就过去几天借了500亿瑞郎来救自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已经是在欧洲也发生了。那 Credit Suisse 去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就拍过一个视频讲过 Credit Suisse 的问题了，它有 Archipelago 的倒闭使它亏了好多钱，还有另外一个 Greensill 的一个倒闭，它也亏了好多钱，它也是做了好多的衍生工具，所以呢也是有了很多的风险的一个 exposure。 那现在这一次美国又有了信心危机，拜登政府是保障了美国的存款，那欧洲没有保障啊，其他国家没有保障啊，所以呢很多人马上就想到了瑞信，股票的价格跌了好多啦，它的那个 default credit swap 也是涨了好多了，买它死亡的那个保险也是涨了好多了。总之来说，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经济学家卢宾尼也是说这个问题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雷曼事件。我上一个直播里面说了现在这个点可能是在 Bear Stearns， 如果继续发下去的话，可能成为雷曼事件好消息就是有了08年的经验之后，拜登是比较果断，马上出来。当时08年正好是小布什 President Bush 就要离开 office 搞了个灾难扔给奥巴马也好，所以当时美国是延迟了出来做点事情。那这次拜登政府明年要选举了，赶快出来做点东西，拿点分数，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做得蛮好的。但是现在这个问题也是给我们看到总统都要做事情，瑞士央行都要做事情，美联储和 Janet 耶伦都是马不停蹄的，没怎么好睡觉的在做事情，问题是蛮严重的。那为什么这个问题不是一家银行，而是大量的普遍的银行的问题呢？我来解释一下。银行做生意主要的生意是做什么？它的生意就是一边它收了它的客户的存款，它收了客户的存款要付利息的，虽然这个利息还算可以，但是它是有成本的。那另外一边呢，它拿了这些存款之后，它有些是比如说自己借出去的，银行要 personal loan 了，要 credit card loan 了，要 mortgage loan 了，但是自己借出去一点点呢，借不掉全部的钱。特别是在2020年量化宽松 2.0 之后，很多的企业比如说 venture capital 投了钱， IPO 上市之后拿了钱，或者是配股拿了很多的钱，他们手上是很多的钱都拿到银行里面去存款，银行是钱多了太多了，再加上特朗普的时候先派1200再派600，拜登上去再派1400，总之派了3次的钱。那些人拿到钱，有些是花掉了，有些是没有花掉，存在银行里，银行的钱是多得不得了，借不出去，这是问题。以前说哎呀加息有利银行了，我说是 bullshit， 加息不利银行。为什么？美联储加息的时候，一边它给存款的那个利息的支出是增加了，你的存款在那里，它要付你利息，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钱借不出去了，因为利息贵了之后，人家不买车了，不买房了，借不出去了，所以他被逼的要去买债券，他有了大量的所谓的低风险债券，这个是教科书里面说的，债券属于低风险的，流动性高但是低风险的一个 securities 一个证券。那银行呢是不可以炒卖股票，太高风险了，所以他只能够买这个债券。但是我们回到1年多前短时期的1年6个月这些债券基本上是零利率零利息，也没钱赚，他们被迫的要买10年到30年的 mortgage-backed securities， 或者是10年的美国国债30年的美国国债。我们看到爆雷的那个 Silicon Valley Bank， 它的平均的收益率才只有 1.57%， 是很低很低的。那去年呢利率涨上去了，所有年期的国债的收益率都涨上去了，所以在这里债券的价格是跌了好多，跌了20%-30%，看你的年期了。银行是大量的投资亏损时候，它资产缩小，它的亏损直接导致了它的股本的减少。以下这一点是外面我看了好多的所谓的分析这件事情都没有分析到位的。那它的股本减少了之后，它的债和股权的资本充裕比例是不
够了。这就是为什么 Silicon Valley Bank 需要去募集资金，而不是去借钱，因为借钱的话，它的负债还是上升了，它的资本充裕是够的，所以他要去募集资金，不是说他想省利息。外面好多人说，哎呀，他要省那些钱了，他怎么样了，他小气了，怎么样了，他是必须要去募集这些资金来填补他在投资上的亏损，使到他的资本充裕率达到同样的规定的比例上。所以外面的人不懂这个乱说，所以大家来听七爸爸讲的话，你出去了之后，你的这个经济的知识要已经比人家多一点点了。所以呢，这是一个普遍的银行的问题。那现在啊，我给大家看看这个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才涨了那么一点点哦，2019年是最低的，涨了一点点，已经出了问题了。我们如果看回的话，现在只是回到了2010年，但是2010年之前的都是要比现在的高，2007年比现在高，2004年比现在高，2000年比现在高，97年比现在高，95年、90年、89年都是比现在的高。但是你看回现在的通胀，现在通胀是1982年以来的最高，82年是很高的，但是82年之后，现在的通胀已经回到了82年之后的最高了。所以也就告诉大家，现在国债的收益率还需要涨，还是不够高。原因不是美联储加息，原因是因为通胀太厉害，但是回升了那么一点点，已经出现了这么大的银行的问题了。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会出来？是因为在过去40年利息只有往下跌，所以很多的年轻的进去银行里面做的都觉得，哎呀，利息不可能涨了太多了，利息不会有事的啦，利息涨一涨就会往下跌的了，太乐观。如果你有看我的视频的话，我过去1年啊都说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包括在 GMT 里面我讲的更深入。GMT 同学，我说好像现在市场是过分乐观了，但事情并没有那么好了，就是这个问题。通胀很高，收益率还是很低，所以收益率还要大量的上升，但是现在上升了一点点，已经出问题了，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现在这个收益率还是没有涨够啊，还是要涨上去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买债出了问题，是所有的银行出了问题。外面啊，很多人说，哎呀，加息了要买银行股了，我不知道真的是那些人脑袋入水了，加息的时候要买银行股。我说加息，银行只是一边收存款，它的利息的成本上去了，另外一方面利息涨上去了，借钱借不出去了，生意难做了，到最后他要去买那些国债。外面胡扯的胡说八道的人太多了，你一定要装备自己，有自己独立的判断，或者进了 GMT 来问我问题的话，我给你解释外面那些胡扯。 GMT 同学可不可以做个见证？好多人是买了一篮子的债券，问我为什么不能买债券啊，或者买银行股啊。好多外面的理财专员说，哎呀，买银行股的 bullshit， 这个礼拜跌了这么多，有2家是跌到了0，还有好多是跌了60%、70%都有很多。同样的问题，我不是针对某一个外面教房地产的老师啊，不要以为我整天针对一个老师，不是的。但是我也不讲国家了啊，你们知道在哪里吧？你们知道在哪里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止一个国家，但是在某一个国家是特别的厉害，因为在某一个国家他们有好多的房地产的老师说，因为啊他们是没有经历过房地产跌的年代，没有经历过加息的年代，所以同样的问题发生在去银行借款，而且那个国家里面啊可以通过一些手段使到房价做一个假账，100万的楼变成150万，然后银行借20%给你，你就做到 no money down， 不用首付啊，那你就买10个房子20个房子，涨了之后财务自由了吗？对不对？银行与银行之间又没有联网，所以这里借2个那里借2个，这些套路我都知道。为什么我叫大家不要做？不教大家，因为是很危险的。在过去几十年从来没有发生过利息是上涨的，以前的利息下跌的，利息下跌的时候房地产的价格在上升。我在09年也教人家去借钱买楼的，因为利率下跌的时候楼价会上涨，而你买了越多，以后通胀来了，你还的债的钱就不值钱了，你的房地产上升了，你就财务自由了。所以我09年自己也做了好多，也教人家教了好多，但现在他们没有经历过房地产上升的，所以我不是针对那些房地产老师，千万不要以为好像攻击人家，不是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3到4个、5个、6个房子，我们做最坏的假设，大家来做一个练习。如果你的房子所有的单位租不出去，我试过啊，新冠疫情的时候好多我的房子真的是租不出去啊，或者要减租金啊，你每个月的银行的供
款，你还在工作啊、做生意啊、收入啊，你的工作的收入够不够你供银行的款？如果不够的话，你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赶快去做风险管理，这个是我送给大家的额外的礼物。如果你身边有人买了好多房子的还不知道这个事情的危险的话，记得把今天这个分享给他，真的是救人的，好人会有好报的啊！再说一句，我不是针对人家的，我以前也是教人家怎么可以年年买层楼，10年赚1个亿。我在93年开始就买房地产了，我一辈子买过应该有几十亿的房子。我不是说买不起楼的人葡萄吃不到是酸的，叫人家不要买楼，不是的。我到18年之前一直在教人家买楼的，18年之后，第一个楼价很贵了，第二个利息也跌到了0了，还能跌下去吗？不能跌下去了，楼价又这么高，利息又这么低，所以18年之后我不再教人家买楼了。19年的时候我自己都开始套现了，卖了啊，所以千万要小心，我就不客气了，不谦虚了。资深房地产投资者，我可以说在香港我还是蛮出名的，香港是全世界到现在为止还是楼价最贵的地方，我是算买楼买得多的。看到现在你给自己一个赞，也给我们一个赞吧，记得把今天的影片分享出去，那我们下次再见。